大家好，我是阿胖。我们都知道黑豆的营养特别丰富，尤其是里面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。在中医上，黑色食物主肾，所以要多吃一点黑色的食物，能够补肾。肾是先天之本，肾养好了，机体的氧化变老速度也会慢一些。像平时一梳头，头发就大把大把的掉，牙缝变得越来越稀，眼睛尤其是眼白部分变得越来越黄，也就是人老珠黄。出现这些状况，我们就要多吃一些黑豆了。选黑豆也是有讲究的，要选这种黑皮绿心的黑豆，这种黑豆在中医上可以入药，吃了之后才会有效果。下面先把坏掉的黑豆捡出来，然后再准备3个耐高温的玻璃瓶，先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，洗好后放在蒸笼里，利用水蒸气的高温消毒杀菌，所以选瓶子一定要选耐高温的玻璃瓶。开大火把水加热，烧到水蒸气上来，蒸上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然后把剪好的黑豆倒在一个漏篮里，用流动的清水把黑豆表面的灰尘冲洗干净。洗好后控干水分，先放一边。玻璃瓶已经被高温消毒了，等不烫手的时候，连同盖子一起拿出来，放在一边，把里面的水分晾干。下面把控干水分的黑豆倒进炒锅里面，炒锅不用加油，起初开大火把黑豆表面水分炒干，炒干后由大火再转成小火。这个时候就要用铲子不停地翻拌黑豆了，以免在炒的过程中把黑豆炒糊。一定要用铲子不停地来回翻拌，一直炒到像这样，黑豆裂开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。这种状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。再用铲子铲起黑豆，拿起一个尝一尝，没有豆生味就可以出锅了。接着再把它放到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筐里面，或者是盘中，用铲子摊开，使其放凉。现在黑豆已经放凉了，不烫手了。再把因受热膨胀完全裂开的黑豆，这样的在炒的过程中已经糊掉了，像这样的黑豆，把它们捡出来。在炒黑豆时，我们最好一次性炒半斤或者是1斤，分量多一点，黑豆更容易炒熟。下面把黑豆放在已经控干水分的瓶中，装的时候千万不要装满了，装至瓶子的1/2处就可以了。接着再向里面倒入陈醋，醋泡黑豆一定要用陈醋，因为陈醋泡出来的黑豆效果会更好。陈醋要多加，豆子在泡的过程中会吸收膨胀。加到没过豆子3指高的高度就可以了，如果不够，后面还可以再添加。千万记住一点，豆子不要装满1/2处就行。拧紧盖子，常温保存，泡上3天，豆子完全被醋泡发了，泡透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吃了。泡好的黑豆，我们最好在3个月内吃完，最好再贴上开始泡豆子的日期，这样可以提醒自己3个月内把它吃完。陈醋在第一次泡黑豆的过程中，黑豆就已经把陈醋里面的营养完全吸收了，这样的陈醋就不要再重复利用了。我们可以在平时吃凉拌菜或者是面条时，加一点这样的陈醋进去，把它消灭掉，不浪费就行了。关于醋泡黑豆，在远古医注52病方里面就有记载，黑豆煮醋滋胃肾，小便龙闭。在后来人们不断的实践中，验证此方，发现效果非常不错。每天吃上20-30颗醋泡黑豆，能够有效改善便秘、血压、血脂、腰酸腿痛、白发，以及长期看电子产品引起的视力下降、眼睛疼痛、干涩头晕、头痛等。为什么醋泡黑豆营养价值更高呢？因为研究表明，黑豆在 pH 值小于7的酸性环境中，抗氧化自由基的能力是最好的，
被醋泡过后，黑豆里面的花青素会更好的释放，这样就会被人体更好的吸收。所以想养生，我们可以平时多吃一点醋泡黑豆。喜欢就先收藏起来吧，有时间再试试。我是阿胖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点我头像还能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